经济通缩持续30年，物价不断下跌，物价更低了，不是好事儿吗？老爸，通缩是不是比通胀要好啊？不管是通缩还是通胀，他们对经济真正的影响都藏在名字里。我问你啊，通胀和通缩的全称叫什么呀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呗。没错，物价到底是涨是跌和名字中的通货有关系。通货的意思啊，就是流通中的货币。你是说我手里的钱吗？是的呀，通胀还是通缩的本质就是货币和商品谁多谁少的问题。钱肯定是越多越好呀。钱多到一定程度就是坏事了。比如在一个小岛上啊，一共只有100块，岛上啊也只有一家小方煎饼果子店，他就只做10套煎饼果子，那一套是多少钱呢？10块钱一个呗，小学生都会啊。那如果有一天啊，岛上的钱突然变成了200块，大家还是用这些钱去抢这10套煎饼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呢？那就涨价到一个20了呀。没错，这个时候啊，不是煎饼变贵了，而是钱变多了，变得不值钱了。当货币数量大于商品数量时，就会通货膨胀啊。可大家手上的钱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变多呢？比如有岛外的人用100块买了岛上的椰子，那岛上的钱啊就会增加。再疯狂一些，像川普啊，在2020年直接通过法案，给每一个成年人都发了1200美元的现金呢。那美国的物价不得涨到天上去啊？我用手机搜一下美国的物价到底是多少？哎，怎么没网了呀？竟然欠费了，先交点话费吧。先别直接交，我知道一个充话费啊既划算又方便的平台，能领券，而且话费到账快，操作也简单，就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。还有券可以领，怎么交啊？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快去试试吧。充好了，到账真快呀！这么看还是通缩好呀，至少物价便宜啊。这就是对通缩最大的误解，便宜一次是好事，一直便宜就是灾难。我们再回到小岛上，如果煎饼啊突然变成了20套，但岛上还是只有100块，那一套是多少钱呢？这下商品数量大于货币数量了，所以降价到5块了呀。那发生什么才会让商品突然变多了呢？假如原来岛外的人啊是一直在找小方买10套煎饼的，所以小方啊原本就是10套在岛内卖，10套出口到岛外，但突然间啊岛外的人就都不买了，小方的煎饼果子一下子就滞销了。如果你是老板，面对库存你会怎么办呢？那就先不再做新的了，剩下的赶紧降价促销往外卖呗。没错，降价之后少生产，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员工了，于是就裁员，员工一失业就更没钱消费，产品卖得更差，就只能继续降价呀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恶性循环了吗？越降价越裁员，他就越没有消费，没有消费呢，那还就得继续降价。这就是通缩最可怕的地方，大家一起不花钱，整个经济啊一起刹车。这么说，钱多了也不好，钱少了也不行啊。没错，流通中的货币啊一定要匹配实际的经济发展。比如岛上原来是有100块10个煎饼，那价钱啊就是10块钱一个。如果岛上的钱啊增加到了200块，煎饼也同步增加到了20个，价钱不仅还保持10元一个，岛上居民手里的钱啊还变多了，多生产的煎饼啊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消费啊。这么看，印钞和生产还要精准的匹配啊。对的呀，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啊，货币主义创始人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表达，甚至不需要央行来发行货币，只需要有一个机器按照设定好的货币供应量去发行就可以了。哎，老爸，可是我们过去20年经济增长不也是印了很多钱吗？怎么没有大通胀啊？因为超发的货币啊需要一个资金的蓄水池啊。吐槽年终奖缩水严重，有的行业甚至没有年终。发个年终奖这么复杂？老爸，要我说把年终奖直接加到月薪里不就好了吗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老板现在把你的月薪啊从1万涨到2万，明年公司不赚钱了，他要给你降回1万，你愿意吗？那肯定不行啊，我得跟他拼命啊。这个在经济学上啊叫做工资的刚性，也就是员工普遍很难接受基础工资的降低，但年终奖不一样啊，它是老板手里的风险调节器啊。年终奖还能调节风险呢？没错，在经济学里啊，年终奖本质上是一种非确定性报酬，老板把经营的风险啊悄悄地转嫁到了你头上，赚了大钱啊分你一勺汤，没赚钱啊就说大环境不好，名正言顺的把这笔预算给砍掉了呀。哦，你是说这笔钱其实是老板给自己留的后路啊？不仅如此啊，它还是一个锁定工具，为了领那份奖金啊，你是不是得忍到年底？这就相当于老板用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份啊敬业的长期期权，你不仅分担了公司的亏损风险，还没有资格参与分钱规则的制定啊。这不就是风险共担，收益他定吗？而且啊，工资是确定的小快乐，年终奖是可能的大快乐。人对可能啊
特别容易上头，所以公司啊更愿意用年终奖激励，而不是直接涨薪呢。难怪大家年底复盘都压力大，这种被蒙在鼓里，最后开盲盒的感觉太折磨人了呀。在现实职场里啊，规则是黑箱，但在优秀的游戏里啊，规则是白纸黑字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人越累啊，越喜欢去游戏里找回那份确定性啊。打游戏肯定爽啊，因为打怪就能升级掉装备啊。这就是确定性反馈。现实里啊，你努力1年不一定有回报；游戏里你打了一把 BOSS， 一定有反馈。最近啊，暗黑破坏神不朽简直是把职场痛点玩明白了。他们搞了个暗黑 BOSS 年终数值，让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 BOSS 出来给玩家当牛马呀！这种活动解压呀！没错，更绝的是啊，人家把老板克扣下的年终奖真金白银的发给玩家，只要参与端内活动刷 BOSS 就能报年终奖。1等奖是南极游船票，2等奖直接送网易的股票啊！送股票，这不就是让玩家直接 cos 股东吗？不给老板当打工人了呀！聪明啊！还有100瓶飞天茅台和万份瑞幸咖啡券，相比职场那份不确定的奖金，在暗黑破坏神不朽里的这种确定性收益，才是成年人最需要的宣泄啊！懂了，与其在公司啊等着被画饼，不如去暗黑里啊把自己的年终奖给刷出来。没错呀，生活的幸福感就是来源于这样的小确幸啊！人在路边摔倒，多名路人路过，无人敢扶。我要是在的话，就去扶懒了吧。现在的人也太冷漠了吧？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没良心，还是在害怕呀？多半是怕被讹吧，可再怕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人不就应该多做善事吗？那我呀，反过来问你一句，你觉得人刚出生的时候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呢？那还用问吗？《三字经》开头不都写了"人之初，性本善"呐？那如果啊，人真的天生就是善良的，为什么到了现实里，善意反而变成了一种需要反复犹豫、反复计算风险的事情呢？那应该是他们后来学坏了吧？那为什么会有儿童捏造事实、诬陷别人侵害他的事件呢？孩子确实是容易撒谎呀，被你说的我也没主意了呀。人天生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啊，古今中外一直都有争论。其实英国的哲学家霍布斯啊，对人性是最悲观的。他觉得人性本恶啊。没错。霍布斯认为啊，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规则和约束，每个人的首要目的是自保。因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，所以就会动用一切的武力来武装自己，以免被他人伤害，甚至要去主动攻击别人。那世上的物品啊，也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，因为谁武力强，谁就能夺取并占据一切事物。这种状态啊，霍布斯称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啊。这不就像《三体》的黑暗森林法则吗？不是我想攻击你，是我害怕你先攻击我，所以我看到你，我就要提前毁灭你啊！所以霍布斯认为，人后来选择成立国家、遵守法律、签订契约，不是因为突然变善良了，而是因为不这么做呀，大家就会一直处于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之中，所有人啊就都生活在野蛮恐惧的状态，会活不下去啊！那也太悲观了吧！而另一位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思想啊，则是和霍布斯相反，认为人性本善。他觉得啊，人最初的状态其实就是天真平等，没有太多算计的。人类社会一开始啊，也是没有阶层的，不存在谁统治谁这么一说呀。他为什么这么觉得呀？卢梭啊，观察过一些当时在美洲和非洲的原始部落，发现那里的人嘛，虽然还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，但他们没有复杂的财产概念，资源啊更倾向于共享，尊老爱幼，救济弱者，反而是一种自然行为。所以他提出啊，正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耕的转变，出现了第一个人啊圈起来一块地说这是我的地，不平等啊才真正的开始了。所以在他看来是私有权让人变坏了呀。对的，在卢梭眼里啊，人天生平等，只是被阶级、私有等概念啊一点点推离了原本的状态啊。那卢梭应该是赞成我们三字经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呀。没错啊，同样的善恶之争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也有。比如孟子就说啊，人之善也，有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意思就是啊，人性的善良就像水往下流一样，是自然的呀。那我们古代有谁和霍布斯想的一样呀？在《荀子》一书中的第23篇就叫做性恶篇，里面就说啊，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。所以荀子也是认为啊，人性本恶，放任本性就会引发争夺暴乱，所以才需要礼法来规训人性啊。人之初到底是善还是恶？感觉正反两方说的都很有道理啊。其实人啊，恰恰是在善恶中间的一种存在。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个人他拥有完美无缺的善，那他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？
这样的人应该是个圣人吧？或者说啊，只有全知全能全善的神才符合极致善的要求。同样啊，最极致的恶是没有理性，充满暴力形式，更像是动物的存在。而人啊，恰恰是在神和动物之间拥有理性，但并不完美啊。这么一想，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好像没那么重要了。没错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当你站在这个路口的时候，你是顺着天性往下走，还是愿意朝着善良往上迈一步？人性是善还是恶，全看你的选择呀。我明白了，全看我自己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？是的呀，但是弗洛伊德认为，有时候在你不知情的时候，潜意识会替你做决定啊。